大家好，我是短小精悍、旱地拔葱、冲冲冲的星子阿爸。2024年对海军来说是个好年份，福建舰海事伊丽莎白号火了，美国艾森豪威尔号在与胡塞老乡对轰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法国则正式开启下一代核动力航母的前期准备，预计2038年服役。连印度也表态将很快开建第3艘核动力航母。但是为乐子人的我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哦对，谁还记得咱们的指定内容赞助商美国海军的下一代省钱军舰 DDGX 和星座级咋样了？2024年4月，就在各国摩拳擦掌之际，星座级护卫舰传出了一则小趣闻。由于设计成熟度不足、供应链遭到挑战以及熟练工人短缺等问题，乐观估计首舰延到2029年交付。好消息是，星座级并不是唯一延期的舰种，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首艘、福特级3号舰企业号通通延期且超支。坏消息，这艘7000吨的护卫舰建造时居然出现意外增重10%。好嘛，一艘护卫舰还能整这么多活，而这还只是开始。转发加3连，这就是海军，听星辰说。提到帝国海军，大家最先想到什么？是边造边退役的彬彬，还是脖子底下节制的朱母，亦或是知名理财航母福特？之前的视频咱们聊过，由于造价实在太贵，功能确实鸡肋，研发主打报废，对手超级加倍。被寄予厚望的这21世纪灭国3剑客，除了福特外，其他俩还没大显身手呢，就已经是大本中下寄快递，上面摆下面记。经过痛定思痛，痛改前非，老美决心返璞归真，重返大洋，重磅推出下一代护卫舰计划，主打短平快、低成本，分担舰队打杂。记住这仨词儿啊，后面要考的。2017年立项，短短3年便由意大利芬坎蒂尼赢下竞标，当年便授予首舰制造合同，并命名为星座级护卫舰，2022年正式动工。一向抠搜的国会老爷大气表态，一艘够干嘛的呀？以后每年1艘到2艘。在 PPT 里他是这样的：造舰技术哪家强？威斯康辛不能忘。老牌船厂源于1942，上百年造船经验，背靠世界最大造船厂意大利芬坎蒂尼。电磁炮、高超导弹、模块化等全球热门装备，我们都没有。借鉴同行优秀设计，只为打造务实军舰。星座级舰体采用意大利的欧洲多任务护卫舰为母舰设计，满载排水量区7000吨。作为稳居全球前3的100艘军舰之一，装备也是成熟货架方案。自研的 MK41 垂发，福特级时装的 SPY6 雷达，前锤百炼的通用燃气轮机，挪威的 NSM 反舰导弹，以及彬彬的优秀装备积累，瑞典博福斯武器炮。我们坚决不搞氪金风，不盲目追求先进，最大特点是省钱。首舰仅需12.8亿，不要犹豫，不要拥挤，赶快下单吧！应该说呢，如果美国海军老是抄意大利方案设计，如果船厂启动下饺子模式不出岔子，如果预算平稳没有超标，如果国会做好监督，确保2026年服役，那么数十艘星座级的入役将极大缓解1等人熬老头的军舰现状。可惜没有如果。首先就是不出意外的延期。2024年1月，美国海军宣布，星座级首舰预计将延期12个月。意识到不对的海军部长卡洛斯立即下令，政府问责局对项目进行45天严格审查。您猜怎么着？确实是严了，只不过严得更离谱。根据政府问责报告，最快交付时间得从2027年调整为2029年，图啥呢？图160吗？对此，海军的延期理由是，负责建造的马里内特船厂正面临数百名熟练工人短缺。当然了，这次既不是去工业化背锅，也没像波音员工那样课嗨了再上工，而是因为2019年马里内特造船厂还接到了沙特订购的4艘滨海战斗舰豪华版大单。没办法，要恰饭的嘛，谁让狗大户给了112亿呢？与此同时，最后一艘自由级彬彬克利夫兰号也正在该船厂紧张期装。再英雄的母亲也没办法一下奶仨孩子呀，于是只有星座级受伤的世界诞生了。当然了，除了缺人，船厂的高效率也居功至伟。截至2023年9月，开工足足1年后，原计划此时首舰完成率应该是35.5%，实际大家猜猜完成了多少
3.6%啊！船厂承诺接受上述订单后，船厂将腾出更多空间和劳动力，专注护卫舰建造。很喜欢 Bill 的一句话啊，不是你的下一代护卫舰如此简要的任务，优先级居然排在商单后面，咋的？真跟印度学呀？也对，毕竟国会老爷只需要打钱就行了。造船厂需要考虑的就很多了。对于海军的延期指责，船厂也有话说的啊！你说这个方案设计一遍一遍改了多少次了，听过不啦？是的，虽然签约时海军承诺对设计不做较大变动，以便大大降低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的风险，但是呢，为了适应特定任务，满足美军居住和生存要求，一等人对511份设计文件大幅修改，甚至聘请设计代理商专门修改图纸。比如顶部布置重新设计，损管控制小幅修改，武器系统稍作调整，甚至军舰方案比最初长了7米，宽了超1米。总之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在天兵的精耕细作之下，效果非常显著啊！星座级变得更大、更重、更慢。2023年10月，船厂报告星座级出现计划外的意外增重10%。设计方案与意大利母舰的通用性更是从85%下降到15%，区别比星辰我跟吴彦祖都大。用政府问责局的说法，2艘军舰看起来就像远亲。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那军舰超重严重吗？也还好，只要不像印度德里号那样设计3500吨，造完6500吨就行。但是由于星座级设计排水量7000吨以及最高航速26节的指标，超重10%意味着得做个选择题，要么牺牲升级潜力保证航速，要么牺牲航速确保未来升级。但本就是小步慢跑的星座级，如果再降速，一旦有事儿，估计就只能躲在航母后面双击666啊！咱就是说，阿美怕不是请了一堆军迷搞的项目管理吧？方案讨论会上难道是这样的？这个不错，装；那个不行，换。防空不够，加；反潜欠缺，改；预算超支，无所谓；工期延后，问题不大。我有一计，请阿美静听。其实这事儿很好办，把订单给达利安造船厂不就妥了？以买监造，两难自解。2022年8月，星座首舰正式开工，但根据调查，当时军舰结构设计仅完成88%，3D 模型完工69%。说人话就是设计还没定，海军已经开绿灯批准船厂切钢材了。此后，海军不断修改设计，导致首舰建造处于停滞状态。2024年4月开工2年后，星座级首舰终于铺了龙骨。此时结构设计和 3D 模型的进度，根据调查结果属于等待评估。经常造军舰的都知道，同样的配方还出现在前辈滨海战斗舰身上。设计没定型便动工，结果首舰自由号、独立号与之后的设计出现很大不同，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啊！什么船身出现裂缝燃气涡轮机故障、模块化装备包研发失败，最后被丢去打海盗，仅服役10多年便退役。虽然活干得差，但人钱花得多呀。2020年，在合同敲定几个月后，国会预算办公室成功发现海军低估了建造价格，预计首舰价将从12.8亿涨价到16亿美元。相比于朱姆沃尔特那种越造越贵的无底洞，星座级可谓进步十分明显，也就涨了几亿刀嘛。但问责局还发现，星座级前4艘成本也增长了近3.1亿美元，但海军将其归咎于通货膨胀、材料和劳动力价格等经济因素。没法子呀，我美利坚自有国情在此。2024年5月，在首舰延期的关键节点，美国国防部宣布，意大利芬坎蒂尼获得一份价值1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建造另外2艘星座级护卫舰，而此时建造计划已经排到第6艘。现在回头看，星座级不愧是短平快军舰，短是劳动力短缺的短，平是技术上平平无奇的平，快是飞快浪费军费的快。对了，马里内特造船厂为沙特制造的首舰，在2019年10月切首块钢板，到2023年10月，舰体已基本组装成型，可谓飞速啊！当然了，还是有好消息的。考虑到造完狗大户订单，在全力造星座级的有点缓慢，为了加快进度，海军和意大利芬坎蒂尼达成一致，决定从现在开始培训焊接、机械加工等新工人。2023财年，国会已拨款5000万美元支持该项目。
好，印度造航母是现买钢材，你美利坚现培训工人是吧？一刻也没有为星座级的延期而哀悼，立马来到战场的是接替朱姆沃尔特的 DDGX 驱逐舰。原计划2030年投入使用，在经过多轮 PPT 决战后，2023年海军又不出意外宣布 DDGX 延期。预计2032年开始采购首艘，采购成本也有所提高，32到35亿美元。话说，谁还记得福特号航母是多少钱一艘来着？嗨，不说了，造军舰嘛，最重要的是赚钱。后来坊间有诗一首：军舰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星座下水，彼时是何年？我欲再批拨款，又恐延期无边。造舰不胜难，设计没确定，人手还缺编。方案改，吨位增，问题连，不应有恨，毕竟花了几亿元。人有悲欢离合，舰要工人训练，此事古难全。但愿早完工，多少省点钱。当然了，涨价延期这些对帝国海军来说只能算小问题。哎呀，不就是买刀吗？印呐！更大的问题则是好活不断，精细连连的军事素质、装备质量。作为蓝星实战经验最丰富的帝国海军，2023年7月，一艘1.9万吨的补给船在巴林搁浅。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2024年公布原因，因为军舰进港时按规定必须留在驾驶台指挥的船长提前下班吃饭去了，将指挥权交给了三副。随后，领航员和大副也有样学样溜号。当一间挑着美利坚万吨补给船的三副指挥军舰进入等候区后，意外被一艘渔船击绊，不小心让军舰开进了浅滩，搁浅7个小时。对此，我只想说一句：他妈的，帝国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了？还是今年5月28日，一架刚出厂的 F-35B 在飞往空军基地交付军方的途中不幸坠毁，飞行员虽然弹射逃生，但仍旧遭受重伤。军方怀疑自动弹射座椅有问题。2022年10月，另一架 F-35B 也在从洛马公司移交军方途中垂直降落时坠毁。2023年9月，马润的一架 F-35B 在北查尔斯顿训练时坠毁。至此，作为美利坚国之柱石的 F-35已经6年内发生了10起坠机事故。更离谱的还有今年3月，天兵在加沙亚建造一座临时浮动码头，运行仅9天被风吹散架了。随即，天兵派出2艘登陆舰准备拯救加沙码头，其中1艘登陆舰操作不当，不慎搁浅。对了，就这几款破版啊，实际耗资3.2亿美刀，3.2亿呀！要给到胶合版大将绍伊古，除了给京子添艘大游艇，估计都能让库兹涅佐夫号开到大西洋。不得不说，史密斯议员确实太想进步了。至于前几天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跟胡塞武装一轮巅峰对决后，该舰舰长先是发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航母日常照片，像后厨啊、微笑的水兵啊、宠物狗啊，以表示一切正常。之后2次被打假，用航母的旧照、旧视频自证清白。嗨，这就不说了。此处我有一联，上联改建造舰，舰难见一面；下联批钱花钱，钱深浅难填。横批留给你们。除了这些抽象啊，当前美国海军在建下一代军舰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福特级后续航母均出现1到3年的建造延误，同时伴随着越来越飙升的造舰成本，而等待维修的老爷爷军舰则排起长龙。更离谱的是，维修也得延期，如部署了7年的华盛顿号，2015年回家换料大修，但直到2023年才结束大修，属于是3天打鱼3天晒网了。或许啊，这已经都不重要。当那个20年前提了一袋洗衣粉灭一国的无敌霸主，20年后却在得意洋洋对着世界炫耀，哎，你打不着我之际，情况早就变了。正如游戏里无敌 BOSS 露出血条后，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敌神话的破灭。2024年4月8日，在美国海军年度最大的海洋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海军部长卡洛斯在讲话时谈到，尽管美国建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但建造这些舰艇的造船厂已经落后于全球技术标准几十年。过去40年里，美国的造船能力已大幅萎缩。即便拜登上台以来多次提出制造业回流，即便董王当政时也屡屡喊出重塑美国制造业，但依旧收效甚微。至于美国造船业的现状，等到税王和董王今年的对决后，
我们再聊。